声音与光影的温柔共振。周深北影节献唱背后的 OST 叙事与职业长跑。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天坛奖颁奖典礼，算是把整个春天的光影记忆都妥帖地收拢在了一个夜晚。说实话，当镜头缓缓切到舞台中央，周深一袭剪裁利落的素色西装站在麦克风前的那一刻，场内原本细碎的交谈声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没有漫天飞舞的干冰，没有繁复交错的走位，就只是一个人，一支麦，一束追光。可偏偏就是这种做减法的舞台调度，反而把歌声的纯粹感推到了极致。我个人一直觉得，真正的现场魅力从来不是靠硬件堆砌出来的，而是歌手与空间之间那种无声的默契。周深这次现场恰恰把这种默契拿捏得恰到好处。台下不少电影人、媒体朋友都悄悄放下了手机，那种专注而松弛的氛围，其实比任何礼节性的掌声都更能说明问题。咱们不妨想想，在这个注意力被短视频和碎片化信息不断切割的时代，还能有一场演出让人心甘情愿地慢下来，本身就是一件挺难得的事。咱们细细拆解他这次的演唱处理，其实能明显感受到他在气息控制和情绪递进上的那种克制与爆发的平衡。很多年轻歌手在大型典礼上容易用力过猛，恨不得把每一处技巧都亮给镜头看，但周深偏偏反其道而行，前半段用近乎呢喃的音色铺陈叙事，中段慢慢引入胸腔共鸣增加厚度，到了副歌部分才让声音彻底打开，却依然保持着极强的线条感与咬字清晰度。这种处理方式说白了就是懂留白。我个人一直挺欣赏他那种不抢戏却总能精准抓住耳朵的演唱逻辑，毕竟电影节闭幕式不是个人巡演，歌曲的服务于整体仪式感，还得兼顾电影与音乐的跨界语境。其实从声乐技术层面看，它的头声区通透度、弱混音的稳定性以及真假声转换的无痕感，在华语流行乐坛里确实算得上第一梯队。但更难得的是，他懂得把技巧藏进情感里，让听众先被情绪击中，再去回味声音的细节。说实话，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舞台掌控力，真的不是练几年嗓子就能速成的。他背后是无数次在录音棚里死磕，在巡演现场试错，在镜头前反复打磨的沉淀。说到周深和影视原声带 OST 的缘分，咱们其实绕不开一个挺有意思的行业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一线剧组、成熟导演愿意把最重要的主题曲、推广曲交到他手里？我个人觉得，答案绝不仅仅是唱得好听这么简单。OST 本质上是一种声音叙事，它得在短短几分钟里替电影完成情绪预告、人物侧写，甚至世界观的暗示。而周深的嗓音自带一种罕见的故事感，空灵却不缥缈，细腻却不矫情，刚好能嵌进不同题材的缝隙里。你看他唱过仙侠世界的磅礴苍凉，现实题材的克制隐忍，悬疑片段的冷峻张力，甚至是科幻设定的未来疏离感，每一种都能找到对应的音色切面。业内常说他是配度极高，但我觉得这词儿其实有点轻描淡写了。真正支撑这种是配度的，是他对文本的拆解能力。拿到词曲小样后，他不是急着进棚录音，而是先琢磨角色动机、导演意图，甚至剧本的时代背景与美术基调。这种工作方式早就超越了普通演唱者的范畴，更像是一个用声音参与创作的隐形编剧。说实话，现在市面上不缺能飙高音的歌手，但缺的是愿意沉下心去读懂电影的音乐人。周深恰补上了这块拼图。典礼结束后，他在后台接受采访时说了句挺触动人的话，很幸运能演唱这么多不同的 OST， 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被大家听到。乍一听挺平常，但细品里头其实藏着两层很清醒的认知。一层是感恩，毕竟从大鱼破圈起步，到如今几乎每年都有影视金曲伴随爆款剧集、电影同步发酵，它确实赶上了华语影视工业快速升级、音乐传播渠道全面拓宽的红利期。另一层则是自我定位的清醒，他清楚自己依然在路上，不想被 OST 歌手这个标签框死，而是希望音乐本身能被更广泛、更立体的听见。我个人特别认同这种态度。现在不少艺人一旦在某条赛道站稳脚跟，就容易陷入路径依赖，要么重复舒适区，要么急于转型证明自己。但周深选择的是继续深耕，用作品数量和质量去拓宽边界，用演唱精度去反哺创作深度。其实咱们作为听众也能明显感觉到，他近2年的 OST 作品在编曲层次、和声设计、演唱动态上都有肉眼可见的进化，甚至开始以音乐顾问的身份参与前期沟通。这种从执行者向共创者的过渡，恰恰说明他对自己有清晰的职业规划。说实话，一个歌手能红靠天赋，但能走得远，
靠的永远是这种不骄不躁的节奏感，把视线拉回北影节这个平台本身。其实这次邀请周深献唱，也透露出一个挺值得留意的行业信号，电影节越来越重视声音在电影生态里的权重。过去咱们总觉得红毯、放映、主创论坛才是电影节的主角，音乐多半是暖场或背景板。但近年来，从威尼斯、戛纳到咱们自己的北影节、上影节，原声音乐专场、作曲家圆桌、OST 首映礼的比重明显上升。这背后其实是电影工业成熟的标志，大家终于意识到，影像和声音从来不是主从关系，而是双生树。周深这次站上闭幕式舞台，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认知转变的缩影。我个人一直觉得，天坛奖虽然主打影片评选，但它的文化闭环其实需要音乐、表演、技术、传播等多个维度的支撑。当一首 OST 能在电影节现场引发全场共鸣，它就不再只是附属品，而是成了电影文化输出的第二载体。咱们不妨看看近年来那些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国产佳作，哪一部没有一首能独立出圈，甚至反哺票房的主题曲？音乐早就不是电影的配角，而是情绪传播的加速器。从这个角度看，北影节的舞台给周深提供了展示空间，而周深的歌声也反哺了电影节的艺术厚度。其实聊到这儿，咱们可能还得回到一个更接地气的问题：为什么大众对周深的 OST 这么买账，这么长情？我个人觉得，除了作品本身过硬，还跟他和听众之间建立的那种陪伴感密不可分。你看他每次发新歌，社交媒体评论区很少是冷冰冰的好听绝了，更多是这首歌陪我熬过了考研，听到副歌突然想起某个人在深夜加班的路上靠他撑过来。这种情感投射不是营销预算能砸出来的，而是长期用真诚换来的。现在流媒体时代，算法推荐、短视频切片成了主打逻辑，很多音乐人为了15秒的爆款指标，牺牲了歌曲的结构完整性与情绪铺垫。但周深坚持做能听到底的作品，哪怕前奏长一点，主歌慢一点，他也愿意把情绪慢慢熬出来。说实话，这种坚持在快消音乐环境里显得有点笨，但恰恰是这种笨，让他的作品有了时间沉淀的底气。咱们作为听众，其实心里都清楚，真正能留在私人歌单里反复循环的，从来不是那些靠洗脑旋律抓耳的快消品，而是能和你某段人生轨迹产生共振的声音。周深的 OST 恰恰提供了这种共振的频率。总而言之，这场北影节闭幕式的献唱，表面上是一次常规的典礼演出，但放在周深的职业轨迹和华语影视音乐的发展脉络里看，它更像是一个温柔却坚定的里程碑。没有喧宾夺主，没有刻意煽情，就是用最本真的声音，完成了一次与电影、与观众，也与自己的对话。我个人挺期待他接下来的动向的，不是期待他拿多少奖，唱多少首数据爆款，而是期待他继续用这种不疾不徐的节奏，去探索声音和影像之间更多的可能性。毕竟，好的 OST 从来不是电影的附庸，而是能独立生长的艺术作品；好的歌手也不是流量的容器，而是时代的录音机。咱们不妨多给他一点时间，也多给华语影视音乐一点耐心。毕竟，当灯光暗下，掌声散去，真正能在记忆里留下回响的，永远是那些不喧哗却足够真诚的声音。而周深显然还在路上，且越走越稳。